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，一辈子都在云南，生物绘画，画了60年。我和德和人要做一个用我名字命名的美术馆，改建它跟环境融合在一起，机缘巧合。因为高布师傅在这开，我这2年为了这个高布师傅画了130多幅，这里也采用了一部分。云南的父老乡亲想看看就看看，也是为我的作品找个归宿。中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了，没有上大学。58年嘛，到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。59年植物志就开始下达了。我当时才19岁嘛，白天要接受植物学的教育，画标本，晚上就去临摹这些。一个标本馆，一个植物园，一个就是图书馆。是用很写实、很精细的黑白干笔画或者线描的形式，把蜡叶标本用绘画的这种元素把它展现出来。一定平行线很清晰，不能碰头，具备表达物种形态特征的这个功能，大概也就是2000来幅吧。中国植物志它包括了3万多种被子植物，几千万字，9000多个图版。国家里所有当时的插图师有164个，现在已故的已经超过1半了。在植物志完成以后就解体了，到退休年龄。我们中国的生物绘画何去何从？走出标本馆，走出科研院所，到大自然当中去。我们还是表现物种，每一个物种它的特征、形态，它有10个雄蕊，你不能画3、5个，点到为止。但是我们要画更多的彩色的，画得更美，更有生命力。油画、水彩、丙烯、水粉，甚至中国画，什么都可以。我是一个很幸运的老头儿，老了还能有事干，而且手也不抖。曾老师的手术之后，一叶肺切掉了，另外一叶肺不开张。他总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，住到所里边收集资料啊，要方便一些。一天的话，他是最少要画个8个小时。他就希望老天爷呢能多给他一点时间，多画一些画，不希望这个植物科学画呢，这个小画种能在自己手里边断了。像这张画是昨天开始，早上4点多钟开始构思，8、9点钟开始动笔，昨天画到晚上11点。有一天，我和我老婆散步，嘣就掉了我跟前，捡起来一看就是它。前1年的一个干枯的一个果汁，木质化了，铁骨铮铮。我就认为他要我画它。每一种花它有自己的招数，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的一种表现，有时候超乎我们人的想象的表现。当你认识了，你会感到造物者太奥妙，尽自己的力量，把他这种对生命的这种渴求，对这种生存繁衍的这种期待表现出来。我年轻时候压下来的一些夙愿，比方我最早跑西双版纳，天天都在高度亢奋的过程当中度过。有时候我们住帐篷，
早上天不亮，哎呀，那疗效就是一个大合唱。那时候我就说一定要化疗。如果身体好，下一个3年计划是到西双版纳，把热带雨林的生态景观，不画这100幅生态景观，我死不瞑目，在跟时间赛跑。一个人在很安静、很孤独的情况下工作，头脑最清晰，心里边最静。年轻的时候是爱好，工作的时候是职责，老了是孤僻，这一世终一生。